本以为是一段家园，不成想你是如此的败类，太让我失望了。楚风对那马亮说道：“妈的，你以为你是谁啊？敢坏老子好事，真是找死！”马亮连衣服也没穿，而是身形一纵，便向楚风冲了过来。他速度很快，眨眼之间已是来到楚风近前，抬手一拳，正对着楚风的丹田便打了过来。他这是要废楚风的修为，而对于他的攻击，楚风却是不闪不躲，任由他攻来。而见此一幕，先前还抱有一抹希望的宋哥顿时心灰意冷。虽然他的战力受损，可是他的观察力还在。马亮攻来的一幕，他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楚风却是毫无反应。在他看来，楚风这种实力着实太弱，根本就无法战胜马亮，何谈救他？然而闷响传来，马亮一拳正中，可是楚风却是毫发无损，反而是那马亮握着自己的拳头，倒退数步，龇牙咧嘴，发出阵阵惨叫。宋哥原本还不明白马亮为何忽然这般，直到他定睛一看，才发现马亮的拳头已是鲜血淋漓，皮开肉绽。再观楚风，竟是纹丝未动。此时宋哥开始仔细打量身旁这位面貌平平的男子，目光中涌现出了极度的震惊。尽管他先前看到身旁的男子，也觉得身旁的男子可能是他获救的一抹希望，但实际上他却并没有抱太多的希望。尤其是刚刚，他更是放弃了那为数不多的希望。正因没有抱有什么的希望，此时的结局才令他如此震惊。你是什么人？此时那马亮也是冷静下来，一脸凝重地望着楚风，而楚风身形一动，便来到马亮身前，抓住马亮的脑袋，将马亮按得跪在了地上。楚风没有回答马亮的问题，反而是冷冷地说道：“你知道取出秘籍的代价是什么吗？”“大人，我知错了，大人，您给我一个机会吧，我乃云瑶洞天的弟子，我师尊乃云瑶洞天的太上长老张涛，只要您饶我一命，您要什么，我师尊都会给您。区秘籍，我师尊有都是。”此时马亮吓坏了，因为他知道强行将秘籍取出来的代价就是他将魂飞魄散。然而对于马亮提的条件，楚风却是冷哼一声，随后只见楚风掌心一股力量涌现而出，那马亮的整个身体便开始剧烈的颤动起来。马亮表情狰狞，痛苦不堪，可是他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就连惨叫也是喊不出来。而这种情况不过持续了一瞬间的功夫，那马亮便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此时的马亮已经是一具尸体，他已经死了。而在关楚风，在他的手中出现了一团光芒体，那正是刚刚的秘籍。可宋哥却面带惊恐的愣在了那里，因为他没有想到楚风会就这样直接将那马亮给杀死，这也未免太果断了。姑娘别怕，这个家伙必须要杀，若是不杀他，不知道还要祸害多少人。见宋哥有些被惊吓到，楚风赶忙安抚起来，多谢前辈出手相救。而那宋哥从惊恐中缓过神后，则是赶忙跪在楚风面前，对楚风师以跪拜大礼。尽管他也不了解楚风，也不知道楚风是谁，但是他冲楚风刚刚说的话便有了猜测，觉得楚风很可能是为了救他才杀了那马亮，这让他格外的感激。忽然楚风手指一弹，其手中的秘籍便掠入了宋哥的身体。此时宋哥身体一僵，他能感受到那秘籍融入了他的身体，他已经得到了那秘籍的力量。前辈，您这只是……宋哥不明白，明明这位救了他，已是对他极大的恩惠，可是这秘籍居然也送给他了，这让他感激不已的同时，却也想不通有什么道理会让对方将一个秘籍送给他这个陌生人。这秘籍对我无用，但对你有用，总不能浪费。楚风对宋哥说道。只是这简单的一句话，却也解开了宋哥心中的不解。是啊，这秘籍在宋哥眼中价值不菲，但对于真正的高手来说，则是不值一提。是他没见过世面，前辈大恩大德，宋哥没齿难忘。宋哥再度对楚风师以跪拜大礼，可是这一次他还没有拜下来，便被楚风抓住手臂，将他搀扶了起来。你负伤了，吃下这颗丹药吧。楚风将一颗丹药递给宋哥，宋哥看着丹药，并没有犹豫，而是直接吞了下去。他不是没有戒心，尤其是经历了刚刚马亮的事情之后，其实他也害怕楚风给他的这颗丹药有问题。但是想一想楚风刚刚的所作所为，再想一想楚风的实力，他还是选择相信了楚风。而丹药入体，原本身负重创的伤势竟然开始急剧好转。宋哥身为修武者，负伤乃是常事，而如刚刚那样的伤情，往往需要丹药配合疗伤阵法才能缓解，但却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痊愈。但是眼下居然只凭借一颗丹药，就让他的身体恢复如初，这让宋哥对楚风更加的刮目相看。前辈，您这丹药也未免太厉害了，简直就是神丹。宋哥以夸赞的口吻对楚风说道。别前辈了，我还没你大呢。楚风笑着说道。前辈，您还没我大，可是您……宋哥感到很是意外，他在冲虚关已算是天才，可以说在冲虚关内，从弟子到长老，一直都是在夸赞中长大的。所以当他遇到楚风这种级别的人物，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一位前辈高人，年龄定然要比他大上许多。可是现在楚风却告诉他自己比他要小，这自然让宋哥感到意外。毕竟这样一来，就等于宋哥遇到了一个比他还要厉害的天才。况且楚风似乎比他强的还不止一星半点，那岂不是说站在他身前的乃是一位绝世奇才？那前辈，我该怎么称呼您？宋哥问道。别前辈了，叫我修罗吧。楚风笑道。修罗，听到这个名字，宋哥愣了一下，随后说道，这个名字可够独特的，你是不是也想说我应该在修罗后面加上戒灵师3个字？楚风笑着问道。有人这么说过吗？宋哥问道。当然，楚风说道。前辈莫要见怪，我没有笑话前辈的意思，只是修罗这2个字让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修罗戒灵师了。宋哥说道。无碍，只是能别叫我前辈了吗？我说了，我年龄比你小。楚风说道。抱歉前辈，是我不对，
是修罗。宋哥有些慌乱失措，看着宋哥那难为的模样，楚风则是笑着摆了摆手，随便你吧，你开心就好，怎么叫都无所谓，那还是叫修罗前辈。虽然您年龄比我小，但却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若是因为您比小就直呼您的姓名，对您好像也很不尊重。只是修罗前辈这个马亮身份很不简单，因为那云瑶洞天可是我们这一代最强的宗门，云瑶洞天的掌教修为更是达到了4品尊者，并且云瑶洞天平日里行事霸道，蛮不讲理，就连水镜洞天都不愿意招惹他们。您将他杀了，若传出去会为您招惹麻烦。宋哥说道。无碍，因为我根本就不怕他们。楚风一脸的无所谓。而听闻此话，宋哥也是目光变化，他只从楚风这一句话便意识到，楚风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毕竟那云瑶洞天在宋哥眼中已是不可招惹的庞然大物。修罗前辈虽说不在乎那云瑶洞天，可我觉得修罗前辈也无需被不必要的麻烦纠缠，所以我们还需毁尸灭迹，不知前辈是否愿意？宋哥说道。此时楚风才明白，别看宋哥看上去娇滴滴的，原来也是一个狠角色。其实我也正有此意，不过刚刚看你惊吓，所以没有出手罢了。既然你也赞同，那便如此吧。楚风说话间，大袖一挥，一阵尘土便飞扬而起。宋哥顿时面露惧色，他发现那飞扬的尘土并不是真正的尘土，而是马亮的身体所化。楚风不过挥手之间，就将那马亮的身体摧毁。这不仅是实力的问题，而是楚风面不改色，这让宋哥明白，楚风是一个见过世面且杀伐果断的人。之后，楚风与宋哥又聊了许久，而在楚风的带动下，宋哥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那般拘束。宋哥不再开口前辈，闭口前辈，且满面的敬畏，开始像与同龄朋友一样与楚风正常交谈，也开始直呼楚风的名字。修罗，关于楚风的事情，楚风只是让宋哥知道，楚风不是诸天星域的人，来这里只是做一些事情。而关于宋哥，楚风也是知道，宋哥从小就与母亲长大，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但是宋哥却非常希望有一天能遇到自己的父亲。他一点也不恨自己的父亲，抛下了他们母女2个。甚至宋哥还说，他最近产生了一种错觉，总能感觉到好像有人在看着他。听到这里，楚风笑着说道，也许不是幻觉，是你父亲暗中观察你呢。我父亲怎么可能？如果我父亲真的活着，并且还愿意认我，为什么不愿意来见我呢？宋哥苦笑着摇了摇头，在他看来，那种感觉不过是错觉罢了，更不可能是他的父亲暗中观察他。也许你父亲也有难言之隐呢。楚风说道。倘若那真是我父亲，可就真是太好了。宋哥说道。宋哥，如果你父亲愿意认你，你不会怪他？楚风问道。当然不会，父母生了我，将我带到这个世上，已是最大的恩惠，我有什么资格怪他？难道就因为他没有陪伴我，没有养育我吗？宋哥说道。倘若天下人都是你这种心态就好了。那么这些话你有对你母亲说过吗？楚风问道。没有，我母亲并不愿意提关于我父亲的事。我母亲她非常恨我父亲，所以我从来不与我母亲提我父亲，更不敢与她说我其实很想与我父亲相认。宋哥说道。原来是这样。听到这里，楚风的心中便有了底。楚风觉得，不管唐老怪为何不认宋哥，那都是有着难言之隐的，但唐老怪一定很想认宋哥这个女儿，只不过他可能害怕宋哥不认他，害怕宋哥责怪他。而既然宋哥心态如此之后，并不会责怪唐老怪的话，唐老怪就可以与宋哥相认。当然，这只是楚风个人猜测，唐老怪很可能还有着其他难言之隐，但楚风觉得他有必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唐老怪，最起码让唐老怪知道他的女儿一直在等待他出现。毕竟唐老怪时间不多了，若是他们父女再不相认，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了。至于唐老怪到底愿不愿意与宋哥相认，这件事还要唐老怪自己决定。随后，楚风又与宋哥闲聊了一会，然后带着宋哥回到安全区域后就离开了。临离开的时候，楚风告诉宋哥不要对任何人提起遇到过他的事情，而宋哥自然也是应下。离开宋哥之后，楚风便前去找唐老怪了。楚风觉得将这件事情告诉唐老怪乃是一个好消息，唐老怪应该不至于再难为他。进来吧。然而楚风刚刚到唐老怪所在的铁匠铺门口，还没来得及说话，铁匠铺内便响起了唐老怪的声音，这让楚风有些意外。以唐老怪的修为，知道楚风来了，这很正常，但是他的语气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仅没有愤怒，反而充满了柔和，就好像他在等待着楚风来找他一样。当楚风进入铁匠铺的时候，就更加意外了，他发现唐老怪竟然准备了一桌子的酒菜，并且准备了2副碗筷，就连酒都填满了。坐下来聊吧。唐老怪冲着楚风摆了摆手，见状，楚风也是坐了下来。事已至此，楚风可以确定唐老怪就是在等待着他的到来。虽然不知道唐老怪为何忽然有此变化，但楚风知道唐老怪他应该是有事情要与自己说。前辈，晚辈敬您一杯。晚辈先干为敬。楚风将那已经倒满的酒举起，随后便一饮而尽。你就不怕我再给你下诅咒吗？唐老怪笑着问道。前辈若想杀晚辈，晚辈根本活不成。楚风说道。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唐老怪问道。听得此话，楚风不由一愣，旋即说道。前辈您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在那一季内发生的事，我都看到了。唐老怪笑着说道。听得此话，楚风明白了，原来自己暗中跟踪宋哥的时候，唐老怪也在暗中跟着自己。于是楚风尴尬的笑了笑，因为对于唐老怪的暗中跟踪，楚风可谓是毫无察觉。不过其实也正常，唐老怪这种人物若想暗中跟踪楚风，就算楚风是圣袍界灵师，也是无法发现他，毕竟对方乃是至尊境的高手。楚风第一次跟踪唐老怪能够成功，完全是因为唐老怪大意了而已。而事情至此，楚风也就知道为何唐老怪会摆好酒菜等待楚风了，因为他早就猜到楚风会来找他。既然前辈都知道了，晚辈也就不多说了，只是前辈您的女儿她非常的想念您，也很想见见您。
可您为何不与他相认呢？楚风问道。我不是不想相认，而是没脸相认。此时，唐老怪饮下一杯酒，脸上露出了满满的惭愧。而随后，唐老怪也是与楚风说出了关于当年的一切。当初，唐老怪在诸天星域也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后来厌恶了尔虞我诈，所以便决定做回一个寻常人。他选择回到故乡，也就是这个秋落村。虽然决定归隐，做一个寻常人，可唐老怪在修武界纵横多年，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生活，所以对其他人戒心很强。正因如此，他回到村子这么多年，其实与村子里的人也都不熟悉，因为他古怪的性格，也没有人愿意与他深交。而唐老怪与宋哥的母亲在一起，则完全是一场意外。唐老怪其实并不喜欢宋哥的母亲，只是当时失控了。唐老怪得知宋哥的母亲怀孕后，本想强行将孩子拿掉，因为唐老怪不想有负担，他不想有妻子，更不想有子女，他只想一个人，不求潇洒，但至少自在。可是宋哥的母亲却是以命相逼，威胁唐老怪，若是敢将孩子拿掉，他就去死。唐老怪本不在乎宋哥母亲的生死，可是不知为何，那个时候的他却很怕宋哥的母亲死。无奈之下，唐老怪便只得妥协，任由宋哥的母亲将孩子生下。但是唐老怪却告诉宋哥的母亲，不得与任何人说那个孩子是他的，否则他就亲手杀了宋哥与宋哥的母亲。而宋哥的母亲竟真的没有与任何人说起关于唐老怪的事。一个单身上千年的女子忽然有了孩子，并且没人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不可避免的谣言纷起，各种难听的谣言以及全村人的白眼全部落在了宋哥母亲的身上。可想而知，宋哥的母亲当年都经历了什么。换做其他人经历那种流言蜚语，多半会选择离开此地，到其他地方重新生活。可是宋哥的母亲却偏偏选择承受一切，继续留在这里。当然，随着宋哥的长大，其修武天赋渐渐展现，也就没有人敢再欺负宋哥的母亲与宋哥了，反而都开始攀附宋哥的母亲。再加上宋哥很是孝顺，所以宋哥母亲的晚年生活倒也不错。不过这么多年来，宋哥的母亲再也没有与唐老怪说过一句话，他已经恨透了唐老怪。但是宋哥的母亲不知道的是，当年绝情的唐老怪却在宋哥出生后就已经发生了转变。那终究是唐老怪的女儿，是有血缘关系的。原本唐老怪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喜欢孩子，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喜欢。可是当他看到宋哥一天天长大，对宋哥的情感也是在无形中慢慢发芽。当唐老怪反应过来的时候，已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开始格外关注宋哥，害怕宋哥被人欺负，甚至暗中帮助宋哥，保护宋哥。只是他不敢去与宋哥相认，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资格。毕竟若不是宋哥的母亲当初以命相逼，宋哥会亲手死在唐老怪的手里，根本都不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唐老怪尽管很想认宋哥，但是他却不敢。同时他也觉得他没有资格与宋哥相认。前辈，您需要知道，其实宋哥也很想认您，难道您想让他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吗？得知经过后，楚风不由得问道。我再想想吧。唐老怪苦笑着摇了摇头，眼神之中却充满了无奈与心酸。可是忽然，唐老怪剧烈的咳嗽了起来，这一次喘咳的竟比以往还要激烈许多，整个人的身体都在剧烈的摇摆。尽管他已经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但楚风还能看到大量的血液自他的指缝流出，那血竟是黑血。而当这黑血咳出之后，唐老怪整个人又苍老了几分，并且此时的唐老怪变得非常的虚弱，简直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竟然连坐都坐不稳了。前辈，您看到这样的唐老怪，楚风心中有些酸楚。楚风看得出来，唐老怪的时日不多了，可能几日之内他就会死去。楚风，2日之后，你带宋哥去冲虚关的改命中等我。唐老怪说道。楚风本来还想替唐老怪缓解一下病痛，但是唐老怪却拒绝了楚风，并且让楚风直接去找他的女儿宋哥。楚风猜测，唐老怪是放心不下宋哥，这段时间可能除了暗中观察宋哥的母亲，就是暗中保护宋哥。而现在唐老怪的病情变得严重，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暗中保护宋哥了，就希望楚风去代替他保护宋哥。只不过唐老怪毕竟是唐老怪，他虽然有这样的心思，但却没有与楚风明说。但洞察到唐老怪心思的楚风，则是选择听从唐老怪的话，去找宋哥。冲虚关此次对遗迹的探索是一个比较随性的探索，所有长老可以随意离开。而当楚风离开之后，宋哥就也离开了那座远古遗迹。不过宋哥在冲虚关也算是一位名人，所以楚风打听宋哥的去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七阳山脉附近有着一座城池，而宋哥如今就在那座城池之中。七阳山脉的周边虽大，但也是因人而异，以楚风的修为都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到达的。所以不过片刻的功夫，楚风就从那座远古遗迹来到了这座城池。城池虽大，但却逃不过楚风的法眼。很快楚风便锁定了宋哥。楚风能够看到此刻宋哥和一名女子在一起，那名女子同样是冲虚关的女长老。而说来也巧，那名女子楚风认识，她乃是刘大妈的女儿王莲。但此时不止宋哥和王莲2个人，与宋哥和王莲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人。那些人有男有女，男子居多，并且个个衣着华丽，就像是富贵人家一般。但是他们不是冲虚关的人，而是其他宗门的人。那些人应该是与宋哥偶遇，但其中几名男子却表现出了对宋哥非同一般的好感。此刻这些人正在邀请宋哥去一间茶馆品茶，但宋哥却并不想去。虽说宋哥不想去，但是王莲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正在极力的劝宋哥去。当然从王莲的眼神之中，楚风就看得出来，其实王莲并不是对茶馆品茶感兴趣，他只是对那几名男子感兴趣。虽说那几名男子在楚风眼中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都不值一提，但是对于王莲来说，无论是那些男子的身份地位还是实力，都是极佳的择偶标准。甚至若是能与那些男子在一起，对于王莲来说简直就是高攀了人家。
别看之前王莲看到楚风的时候高傲的不行，可是此时在那些男子面前却是尽显殷勤。而宋哥虽然对待那些人很是冷漠，但是却不太好意思拒绝王莲。此时宋哥陷入了非常为难的境地。楚风知道他是时候出场了，于是楚风从暗处走到明处，并且故意从宋哥身旁路过，假装出一个偶遇的场景修罗。果然在楚风故意设计之下，宋哥很快便发现了楚风。对于宋哥而言，楚风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再加上楚风救了他之后又与他聊了很多事情，使得本就对楚风极为感激的宋哥对楚风好感倍增。看到楚风之后，不仅喜笑颜开，更是几个箭步就直接跑到了楚风面前。好巧啊，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你。宋哥看到楚风后笑得跟花儿一样，真的好巧啊。楚风也是露出了惊喜的表情，这个人是谁啊？只不过当那些喜欢楚风的男子们看到楚风之后，却是眉头皱起，露出了不悦的目光。先前他们那般讨好宋哥，换来的却是宋哥的不屑一顾。可是宋哥看到楚风后，就顿时变了一个人，这让他们既嫉妒又不爽。怎么是他？而在众人打量楚风的时候，王莲也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可是他无需打量，他看到楚风的第一眼就已经认出了楚风。王莲长老，你认识这个人？那些人对王莲问道。谈不上认识，在王莲眼中，楚风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觉得楚风是一个废物，所以在他看来，楚风连与他认识的资格都没有。他更是不屑于与其他人说自己认识楚风，虽然不想与楚风相认，但他却对宋哥与楚风如何相识这件事充满了好奇。于是他来到了宋哥与楚风身前。宋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王莲对宋哥问道。王莲，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有机会再与你说。宋哥对王莲说道。听得宋哥此话后，那王莲则是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随后竟将宋哥拉到了自己的身后，用手指着楚风，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我告诉你，从今以后给我离宋哥远一点，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王莲，你做什么呢？而眼见着王莲竟然这样与自己的恩人说话，宋哥则是有些不高兴了。王莲这个人我见过，他可不是什么好人，你可莫要被他欺骗了。王莲对宋哥说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而宋哥则是一脸的茫然，在他的印象中，楚风可是救命恩人，是绝世天才，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与骗子扯上关系呢？宋哥长老，王莲长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吗？就在此时，那些男女则是围了过来，而其中几名修为最强且对宋哥有意思的男子，更是用那非常不善的目光打量起了楚风。没有遇到麻烦，他是我的朋友。宋哥赶忙解释道。朋友？宋哥长老的朋友，那一定不是一般人，不知这位兄台是哪座宗门的长老啊？那几名男子用怪异的眼光看向楚风。无门无派，在下叫做修罗。楚风说道。什么修罗？哈哈哈！怎么，你是一名修罗界灵师吗？我若没有猜错的话，修罗兄弟，你肯定是一名修罗界灵师吧？不然怎么会叫做修罗呢？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对对对！猛然间，那些人哈哈大笑，就连王莲也是随着那些人笑了起来。见状，就连楚风也是淡淡的笑了。那些人大笑是在嘲讽楚风，而楚风的笑其实也是在嘲讽他们，嘲讽他们无知。好了，宋哥长老，我们难道遇到，还是去青竹茶馆去坐一坐吧？对，我听说青竹茶馆最近又引进了几种难得的好茶，那可都是珍品中的珍品，并且还找来了一只极美的天地奇物，正想去见识一下呢。宋哥长老，你应该知道青竹茶馆的吧？青竹茶馆的掌柜可是一位武仙境的高手，他的青竹茶馆向来以独特的表演闻名，想要去青竹茶馆饮茶，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尤其是今日，青竹茶馆内找来了一个极为稀奇的天地奇物表演歌舞，更是人满为患，这种日子想进去就更难了。几名男子再度开始劝起宋哥来，然而宋哥却表现得毫无兴趣。倒是楚风开口问道：既然这么难进，我们又当如何进去？楚风是故意这样问的，因为这几名男子先前的话完全就是一个铺垫，说到底就是想装逼。但宋哥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宋哥不感兴趣。但是楚风比较坏，楚风想看他们怎么装逼的。而果不其然，当楚风此话问出之后，那几名男子顿时面露喜色，因为终于有人给他们装逼的机会了。修罗兄弟，看来你对青竹茶馆很有兴趣。说实话，以你这种身份的人，想进青竹茶馆这辈子都不可能。但是你很幸运，遇到了我们罗志兄。罗志兄的父亲与青竹茶馆的老板乃是至交，其他人进不去，我罗志兄则是想去就去，并且还是要坐青竹茶馆最好的位子。那几人很是得意地说道。这么厉害，楚风也是目露崇拜的看向了那名叫做罗志的男子。然而那罗志男子却是看都不看楚风一眼，反而非常高傲地说道：我只带好友去青竹茶馆，言外之意就是他不会带楚风去青竹茶馆。修罗公子，你对青竹茶馆的表演很有兴趣吗？宋哥对楚风问道。兴趣倒是有那么一点点，不过这位罗志公子也说了，青竹茶馆他只带好友去，我与他并不相识，显然我是去不了了。宋哥，我们还是随便找个小茶馆坐一坐吧。楚风说道。好啊。宋哥不仅立刻应下，更是满脸期待，就好像对他来说和楚风一同去小茶馆坐坐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一样。而楚风也不犹豫，转过身便向远处走去。宋哥更像是跟屁虫一样，屁颠屁颠的就跟了过去。见状，王莲赶忙劝阻，可是对于王莲的劝阻，宋哥却是全然不理会，这让王莲很是意外。明明刚刚他劝宋哥，宋哥还会犹豫，怎么此时宋哥就完全无视他了？他不明白那楚风到底有什么魔力，竟能如此吸引宋哥。要知道他与宋哥可是好友，对于宋哥的事情他非常了解。莫说外面的人惦记着宋哥，冲虚关内的人更是如狼似虎的盯着宋哥。可是无论是什么人，
宋哥都是冷漠对待。王莲之前还不解，问宋哥是不是不喜欢男人，而宋哥给他的答案让王莲明白，宋哥不是不喜欢男人，只是宋哥的择偶标准很高，不仅要英俊，还要有着一定的实力和气质，至少修为不能弱于宋哥。最重要的是，宋哥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宋哥希望他在外面遭遇危险的时候，那个他梦想中的人能以英雄救美的方式出场。但是天底下哪有那么完美的事情，全部按照一个人的设想去发生。所以在王莲看来，按照宋哥的标准，他这辈子可能都找不到那个他中意的人了。但是眼下宋哥对待楚风的态度的确很不正常，这让王莲无法理解。因为无论是修为还是外貌，似乎哪样楚风都没有达到宋哥的标准。而眼见宋哥真的要和楚风走了，那罗志则是赶忙跑到楚风身前，将楚风拦了下来。修罗兄等一下，既然修罗兄对青竹茶馆有兴趣，那我们不如就去坐坐吧。罗志一改先前高傲的态度，竟然主动邀请楚风去青竹茶馆。真的吗？不为难吧？楚风问道。不为难，不为难。修罗兄是宋哥长老的朋友，也就等于是我的朋友，既然大家都是朋友，有何为难的呢？罗志笑着说道。只不过他笑的却是非常的假。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去看看吧。楚风对宋哥说道。好。宋哥也是欣然点头。见此一幕，众人更是气得怒火翻腾。先前他们劝了宋哥那么久，宋哥都是拒绝的，可是楚风一句话，宋哥居然就愿意去了，这让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很不爽，但宋哥好不容易同意了，他们也是高兴的，毕竟只要到了茶馆就可以饮茶，茶水之中看是能够动手脚的。想到这里，这些男子互看一眼，嘴角都掀起了邪恶的弧度。只不过虽然宋哥去了，他们高兴，但他们却并不希望楚风真的去。罗志兄，你真的要带这个家伙去青竹茶馆啊？你看他那土包子的模样，他和咱们一起去青竹茶馆，被人看到，我们都会被嘲笑，不如想个办法让他滚蛋吧。实在不行就威胁他。于是开始有人暗中传音于那罗志，希望能够让楚风滚蛋，免得坏了他们的好事。你们放心，青竹茶馆乃是我的地盘，等到了青竹茶馆，有他好受的。品尝宋哥这道大餐的时候，先加点小菜，不是更好？那罗志以一种极为卑鄙的语气说道。而听得此话，那些男子也都明白了罗志的意思，于是乎他们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期待之色。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尽管他们这是暗中传音，可是他们的对话却仍被楚风听得清清楚楚。楚风一行人很快便进入了那个所谓的青竹茶馆，虽然名为茶馆，可这里面却是非常的大，单单是大厅就可以容纳1万人，并且除了大厅之外，还有着上万个雅间，每个雅间都极为宽敞，可同时容纳上万人同时饮茶。当然，这样的雅间都是有实力的人才能进去的，一般都是3、5成群的好友，不可能上万个人一同入住。而这青竹茶馆里面的装饰倒也算有着一点格调，这青竹茶馆内以青竹为主，植物为辅，没有一丝繁华，反而尽显素雅，硬生生地打造出了一个室内的桃源。楚风等人在那罗志的带领下，被安排到了一座雅间之内。这个雅间其实是由结界之术打造，外面看不到雅间内的一切，但是雅间之内却能够看到大厅内的情况。而入座没多久，便立刻有人上茶。还真别说，此处的茶还真是出自茶艺大师的手笔，不仅种类极多，且茶汤浓郁，回味清甜，再加上此处的氛围也是不错。尤其是那大厅之中，大厅不比雅间，大厅内是一个个小桌子，许多人都在一个大厅内饮茶，说是茶馆，更像是一座巨大的饭馆，那纷纷攘攘的样子极为热闹。而楚风则很喜欢这种感觉，修武者追求的是至高无上的修为以及高高在上的身份，许多人过着如仙人一般的生活，高高在上多年后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而这里虽然也都是修武者，但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回到了最平凡最朴素的生活一样。这种情况下，楚风倒也很享受这种光景，喝喝茶，看看表演，与宋哥聊聊天，颇为享受。宋哥，听闻你们冲虚关内有一个叫做改命钟的地方？楚风好奇地问道。他好奇的是，唐老怪既然要在改命钟那里见宋哥，只是随便选的地方，还是说那里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对啊，是有的。你怎么知道的？宋哥问道。偶尔听人提起过，所以有点好奇。楚风说道。说起改命钟，可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冲虚关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已经延续了3万多年，共有11代掌教，而第3代掌教更是我们冲虚关的传奇，因为她是我们冲虚关唯一一个女掌教。宋哥说道。是吗？唯一一个？楚风表现得越发有兴趣。对，是唯一一个，并且第3代掌教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但你也应该知道，修武者的修为更加依靠的是天赋，努力很难改变事实。也正因如此，第3代掌教大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天赋平庸，也是经常受人欺凌。尽管他任劳任怨，从不反驳，却仍然没有改变那些人对他的看法。有一次，第3代掌教大人更是惨遭冤枉，要被处死。而当时改命钟乃是处死人的地方，那个时候改命钟叫做夺命钟，钟声敲响，人头落地。然而当钟声敲响的时候，第3代掌教大人并没有死，因为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并不是我们冲虚关的人，但是他的修为很强，乃是一位尊者巅峰的存在。要知道，尊者巅峰比我们冲虚关历代掌教的实力都要强横，所以当这样一位强者出现，整个冲虚关都是肃然起敬，就连我们的第2代掌教大人都是亲自迎接。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尊者巅峰的强者竟然是第3代掌教的父亲。原来第3代掌教大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父亲，但是他在冲虚关饱受欺凌，却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的父亲，就连他被冤枉一事，他也没有告诉他的父亲。若不是他的父亲得知他被冤枉要被处死，且及时赶到，那第3代掌教大人就真的被处死了。宋哥说道。所以他的父亲为他洗脱了冤屈，
将那些冤枉他的人全部斩杀了。楚风问道：不仅如此，第三代掌教大人的父亲更是当着所有人面宣布，他的女儿绝非天赋平庸，相反乃是修武奇才，只不过他们的家族的人全部都是后天成才。而果不其然，又过了几年之后，第三代掌教大人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学什么都是学得奇快，修武开始突飞猛进，后来还成为了我们冲虚关的第三代掌教。也正因这个故事，那夺命钟从此不再是处罚罪人之地，而是成了冲虚关的一处景观。夺命钟也被更名叫做改命钟。宋哥话到此处，可谓一脸的羡慕。他羡慕什么？楚风心里知道，宋哥从小都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但是他却非常想念自己的父亲，想念又不能见，这种滋味楚风很懂，就像是当年他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时候一样。包括现在，楚风还是能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滋味。毕竟楚风至今为止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模样。于是宋哥很羡慕第三代掌教大人，羡慕他能有那样一个护着他的父亲。此时楚风似乎也明白，为何唐老怪告诉楚风2日后带着宋哥到冲虚关的改命钟那里了。看来唐老怪也是做好了决定，他决定要认宋哥这个女儿，同时他也要如同冲虚关第三代掌教的父亲一样，改变宋哥的命运。罗公子，这2个家伙聊得热火朝天的，简直就跟情侣一样，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然而当楚风与宋哥闲聊的时候，却换来了那些人憎恶的目光。毕竟在他们看来，宋哥乃是他们的玩物，此刻自己的玩物不属于自己，却和别人热火朝天，他们自然很是不爽。别急，对付这种家伙是需要精心准备一下的，马上就让这个家伙后悔跟我们来到此处。罗志以阴狠的口吻说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自然是暗中传音，但没有例外，他们这一次的暗中传音仍然被楚风听到了。没有办法呀，谁让他们太弱了。虽然在许多人看来他们也都是天才，但在楚风看来，他们简直就是蝼蚁。楚风与他们待在一起，完全就是在戏耍他们罢了，以戏耍他们而找乐趣。反正也要陪宋哥，陪着宋哥的同时玩弄一下宋哥身边这些垃圾，倒也算是一件不错的事，就当以特殊的手法清扫垃圾了。而没过多久，便又有人端了一壶茶走了进来。当这个人走进来的时候，悄悄地看了罗志一眼，而罗志则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知道这壶茶应该是罗志精心为自己准备的。果不其然，那个人在罗志的指示下来到了楚风身前。公子，这是我们青竹茶馆最好的一款茶，请公子品尝一下。那位说话间便将茶倒在了楚风的茶杯里。等一下。然而那茶刚刚倒完，宋哥便忽然开口：你这茶怎么味道有点奇怪？宋哥问道。奇怪？不会啊。那位店小二连忙摇头。你们这里的茶都是茶香满满，唯独这个茶香非常的淡，甚至淡得如水一般，这真是你们这里最好的茶？宋哥有些怀疑。其实宋哥并不傻，他不喜欢和这些人待在一起，就是知道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所以他很害怕这些人整楚风，一直小心翼翼。而这个茶则是让宋哥发现有些不对，不仅是茶不对，店小二的神情也不太对。这个店小二不知该如何应答，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慌张之色，毕竟他也知道他在做的是一件亏心事，眼见着就要败露。那罗志则是赶忙起身。宋哥长老，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款茶叶好就好在它非常独特。简单的说，这款茶叶乃是青竹茶馆内一件珍品，不过这件珍品级的茶叶却也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但我觉得修罗兄弟一表人才，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他一定是可以享受的，所以是我特意命人为修罗兄弟准备的。修罗兄弟，你该不会不敢尝试吧？罗志以讽刺的目光看着楚风，这是激将法。然而楚风还没说话，宋哥便对着店小二挥了挥手：修罗他没必要尝试这种茶，拿回去吧。别呀，这么好的茶怎么能浪费呢？楚风笑着说道。且楚风说话之间，便直接将身前的茶杯端了起来。修罗，这茶别喝。宋哥已经意识到罗志就是在刁难楚风，所以极力阻止。然而楚风却是笑了笑，这是难得好茶，必须要喝。话罢，楚风便将手中的茶一饮而尽。见楚风将茶一饮下，罗志等人则是心中窃喜，甚至许多人都是站起身来，紧紧地盯着楚风，等待着楚风那出糗的反应。然而楚风不仅没有表露出他们期待的样子，反而欣喜若狂地长叹一声：果真好茶呀！此茶不仅回味甘甜，香气馥郁，色美味甘，沁人心脾，生津止渴。甚至喝完此茶，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就仿佛连修为都是增进了一点。楚风对这茶叶可谓是赞不绝口，这个家伙在胡说什么呢？然而对于楚风的夸赞，那罗志等人却是一脸茫然，甚至觉得楚风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这茶明明是毒茶，喝了以后不仅会呕吐不断，还会立刻拉屎放屁，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除非有解药，否则会持续10天10夜。并且这茶就如同宋哥所说，味道近似白水，根本没有什么味道，怎么却被楚风硬生生的夸成了神茶？修罗，你的身上怎么散发出了淡淡光华？这光华竟然越来越浓郁了，不仅满是武力，更是散有茶香，难道是这茶叶所致？宋哥一脸惊叹地看着楚风，不仅是宋哥一脸惊叹，其他人也是一脸惊叹，因为楚风身上散发的光芒的确非同一般。先不说充斥着浓浓的武力，其中居然还散发着浓郁的茶香，这种种的种种，都是让人们不得不联想起楚风刚刚饮下的茶。这茶竟如此之好。此时就连宋哥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那壶茶，他已经有些想尝试一番了。当真是好茶，来，你也喝一杯。楚风说话间，主动为宋哥倒上了一杯。宋哥长老，你别喝。然而见此情形，罗志等人则是赶忙阻拦，他们在后面还为宋哥准备了星号，还要享用宋哥呢。倘若宋哥服用了此茶，弄得上吐下泻，那他们还如何享用了？所以他们自然不愿意
让宋哥饮下这杯毒茶，为何不让宋哥长老喝？难道你是觉得宋哥长老无法驾驭此茶？楚风对罗志等人问道。这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罗志赶忙解释。而就在这个功夫，宋哥已是接过那茶，双手一抬，一饮而尽。糟了，眼见着宋哥居然真的喝下了那茶，罗志等人顿时暗叫不好。果然是好茶呀，我简直从未喝过如此好喝的茶。虽然我不懂茶道，但这茶当真是真品中的真品。可谁成想，此茶入口，宋哥竟也是夸赞连连。紧接着他的身上竟也散发出了如楚风一样的光芒。宋哥，此茶当真如此神奇？王莲来到宋哥身旁，凝重地问道。他对楚风还有些怀疑，但是对于宋哥则是深信不疑。当然是真的，我何时骗不过你？此茶不仅味道极佳，更是有着提升精气，甚至增进功力的效果。这哪里是茶，这简直就是修炼真品。王莲，你快尝一杯。宋哥对王莲说道。听得宋哥这番话后，王莲也是赶忙走向那壶茶，想要品尝一番。茶的味道他并不在意，但是只要想到此茶竟能提升修为，他便非常想要尝试。可谁成想，他刚刚靠近，还未来得及碰到那茶壶，楚风便抢先一步将那茶壶再度举了起来。这茶壶太小了，一壶居然只有3杯茶，还有这最后一杯。店小二，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好茶，这最后一杯就赏给你了。楚风将最后一杯茶倒了出来，递给了店小二。这混账！眼见着楚风居然将那最后一杯茶递给了店小二，王莲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已经表现出想喝这杯茶了，楚风却还将这茶倒给别人，这明摆着就是故意不想给他王莲喝吗？来呀，店小二，愣着做什么？如此好茶，你平日里也喝不到吧？今日我赏你，你还不快喝？楚风手握茶杯来到了店小二的面前，这个，而那店小二则是一脸恐惧。虽然楚风和宋哥饮下此茶之后表现出来的样子的确令人向往，但店小二心里却很清楚，这茶叶是动了手脚的，这乃是毒茶，根本不是什么神茶。怎么不敢喝？你该不会在此茶下了毒吧？楚风问道。没有。店小二连连摇头。那你怕什么？给我喝！楚风一把将店小二抓了过来，捏着他的嘴巴，强行将茶叶灌了下去。而此时罗志等人则是紧紧地盯着那店小二。事到如今，他们已经怀疑那到底是毒茶还是神茶。假如说店小二服下之后有如楚风他们一样的效果，那就一定是神茶了。倘若这哪是神茶，那么他们自然也不愿错过。都是修武者，谁会愿意错过能够增进修为的机会呢？而店小二被灌了茶叶之后，吓得瘫坐在地，甚至哭了出来。他紧张啊，他害怕呀，所以他根本没有品尝到那茶的味道。他此时就觉得自己完了，就要当着大家的面上吐下泻，丢尽脸面。而见到店小二居然哭了出来，罗志等人也是连连摇头，觉得他们是被骗了，那根本就不是神茶，而是毒茶。可谁成想，那店小二满是泪痕的脸上竟忽然涌现出了笑容。店小二猛然站起身来，变得兴奋不已，而与此同时，他的身上竟也散发出了带有茶香的光芒。这茶竟真的具有如此神效！天哪，我感觉我体内的武力增强了至少10倍不止。店小二欣喜若狂，起身之后更是连连向楚风道谢。这茶叶竟真有如此神效！看着店小二此时的反应，罗志等人顿时双眼放光。本来他们还以为是自己使诈被发现了，楚风故意骗他们的，但是就连这店小二喝下之后都有如此神效，那便说明这茶当真是神茶了。快，店小二，快去再来一壶，不，多来几壶，多来几壶，全部拿来，有多少壶就拿来多少壶，你们这个茶，本大爷我全都包了。此时就连罗志也忍不住了，如此神茶他都没有品尝过，大人还要这个茶吗？店小二问道。对，就是这个茶，我要一模一样的。罗志说道。罗志虽然因为没有算计成楚风而有些不爽，但是阴差阳错下却是发现了如此神茶，他也是欣喜若狂。而没过多久，店小二便端着3壶茶叶走了进来。我说了，多来几壶，你怎么才弄来3壶？见才有3壶，满怀期待的罗志顿时变得不爽起来。大人，材料有限，我们这里只有3壶了。店小二一脸的委屈，他心想，这乃是毒茶，平日里要毒茶的都是害人的，并且1壶足矣，况且平日里用这茶害人的人也实在太少了，甚至1年也就能用到几次而已。哪成想今日忽然有人要这么多，真是没用。见状，罗志气冲冲地走了过去，店小二吓得连连后退，还以为罗志是要打他，可谁成想罗志并没有打他，而是端起茶壶之后就直接往自己嘴里倒。他眼见着茶水不足，居然都没有打算与人分享，而是自己先独自喝上1壶。见状，又有2个人赶忙冲上去，一人抢了1壶，各自饮下。这2位都是罗志的好友，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此时罗志与他好友的品性暴露无遗，给我留一点，给我留一点啊！眼见着罗志3人就这样将3壶神茶都拿走了，在场的其他人不高兴了，纷纷上前去想要分了一点，甚至有人开始去抢茶。王莲与他们不熟，不敢去抢，但是他的小眼神也是充满了渴望，看得出来王莲也是非常想要喝上一口这样的神茶。而看着一群人抢茶的模样，楚风则是一脸的笑容。楚风笑得非常的讽刺，因为楚风知道那茶的确是毒茶，刚刚楚风运用结界之术暗中改变了那茶，不仅将茶内的毒素消除，更是赋予了茶特殊的药性，所以才会有如此奇特的功效。但那是楚风更改过的毒茶，所以才会有那等神效。可是眼下罗志等人饮下的茶叶却是地地道道的毒茶。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那罗志便大嘴一张，大片的呕吐物从其口中喷了出来。不仅罗志如此，罗志的2位朋友也是如此。见状，不解的人们
还以为罗志怎么了，赶忙上前搀扶，甚至想要为罗志疗伤。可是很快，还有阵阵恶臭从罗志三人的身上传来。什么味道啊？怎么这么臭？靠近的人捏着鼻子，眉头紧皱的说道：“是屎的味道。”罗志兄，你们这是怎么了？居然大庭广众的就拉了出来！楚风看着罗志三人，高声喊道，怕别人听不到，楚风还故意喊得很大声：“什么屎？”听闻此话，那些搀扶着罗志三人的人，则是赶忙退到了一旁，将罗志三人丢在了原地，甚至还有人布置结界阵法，将他们三人封锁，避免味道传出来。而罗志三人此刻则是委屈极了，大庭广众之下吐了也就算了，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拉了，而且还是拉在了裤子里面。他们自然知道，他们此刻是有多么的难堪，可是偏偏他们连动都动不了了。在毒性的作用下，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想要逃离此处都是不行，就只能不断上吐下泻，并且还是在众人面前。此时的他们当真是丢人丢到家了。这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居然真的在拉屎，这是疯了吗？不行，这实在太恶心了，我受不了了，我要出去透透气。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名女子因为觉得恶心，捂着嘴巴便跑了出去。至于其他人，虽然没有像那名女子那样直接跑掉，但是却也站在一旁，用那嫌弃的小眼神看着罗志等人。当然，也有人像看待笑话一样看待他们。由此已看出，这群人还真是狐朋狗友。罗志等人明明有难，他们不仅不帮忙，反而还用结界将其封锁，然后在一旁冷嘲热讽的围观。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成想狐朋狗友也是如此。在罗志等人的朋友选择抛弃他们的时候，倒是店小二匆匆忙忙的跑了出去。怎么会这样啊？此时宋哥一脸的不解，应该是那茶他们承受不了吧？罗志不是自己也说了吗？那茶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楚风说道。那岂不是说我们都不是一般人了？宋哥眨巴着大眼睛对楚风问道。当然，楚风回道。那个店小二呢？宋哥问道。店小二什么样我不知道，但至少比罗志他们强吧？楚风笑着说道。听得此话，宋哥脸上的笑容则更浓了。他对罗志他们也并没有同情，因为他知道罗志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今日若不是楚风想要来这青竹茶馆品品茶，他根本就不会答应罗志他们来到这里。你叫修罗是吧？可就在楚风与宋哥交谈之时，一阵尖酸的暗中传音忽然映入楚风耳中，是宋哥身旁的女子王莲。有事？楚风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回问道。我不管你是以什么手段接近的宋哥，但是宋哥是我的好姐妹，我劝你离他远一点。王莲对楚风说道。我若是不呢？楚风反问道。你若敢不听我劝，我就要了你的小命。王莲说道，态度非常的强硬。而对于王莲的威胁，楚风则是回以一抹冷笑，那是非常轻蔑非常讽刺的笑。在王莲眼中，楚风不过是一个废物，可是此时这位他眼中的废物居然这样嘲讽他，这让王莲气的心脏都在颤抖。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就凭你也想追我们的宋哥？你这可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和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盛怒之下，王莲竟然开始辱骂楚风。不过对于王莲的辱骂，楚风却也不生气，而是回道。不可能，不妨告诉你，只要我想，我和任何人都有可能。什么？你这种货色居然敢说出这样的大话？王莲感到无比惊讶，这叫自知之明。楚风则是一脸的自信。你绝对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人，天下间怎么会有你这种人？你给我听好了，只要今日你离开宋哥的视线，我就要剥了你的皮。我倒是要看看你的脸皮究竟有多厚。王莲不仅辱骂楚风，还威胁楚风。而对于这样的王莲，楚风只回了一句话：你要感谢有一个好母亲。你这是什么意思？王莲不解地问道。你以后会知道的。楚风说道。难道说你是在威胁我？哈哈，这可真是笑话。就凭你，居然你也敢威胁我？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算个什么东西？王莲再度辱骂起楚风。然而楚风对于王莲的辱骂，楚风却是不再理会。楚风不会因为王莲这种人的辱骂而生气，因为对于这种人，楚风实在见过太多。但说实话，爱慕虚荣，势利眼，利用朋友，王莲的身上这些毛病，楚风很不喜欢。若是平时遇到这种人，楚风多少会给予他一些教训，但是看在刘大妈的面子上，楚风便放过了他一马，并且没有打算与他计较。来了，解药来了，快把这结界打开。很快，店小二跑了进来。结界解除后，店小二便立刻给罗志等人喂食解药，而在解药的力量下，罗志等人也终于能够恢复正常。罗志布置结界，先将他们三人隐藏。当结界再度打开之时，他们皆是换了一件新的长袍，身上不仅没有了先前恶心的味道，反而充斥着淡淡的香气。只不过他们的脸色却依旧难看，毕竟刚刚他们可是丑态百出，丢尽了颜面。大人，还好我动作快。此时，那店小二笑嘻嘻地说道，他其实是在邀功，毕竟若是没有他的解药，罗志他们三人可是要上吐下泻足足10日才能好转。滚！可忽然，罗志大袖一挥，一阵劲风横扫而去，竟将那店小二硬生生的给轰飞了出去。落地之后，那店小二更是连爬都爬不起来了。已是身负重创，他并没有得到奖赏，反而遭到了毒打。敢用毒茶来害我们，不杀你已是恩赐。去，把你们掌柜的叫来，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今日我砸了你们这青竹茶馆。罗志将自己心中的怒火全部撒在了店小二的身上，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必须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他总不能说他明知道那是毒茶，可是看到楚风和宋哥身上那神奇的反应之后，便认为那是神茶，所以才喝下，结果把自己坑了吧。若是那样说的话，那也未免太蠢了。于是他就只能说他不知情，是那店小二故意给他下了毒，唯有这样才能说得过去。所以那店小二很无辜，成为了背锅的人。不过对于店小二，楚风则没有丝毫的同情。那店小二
配合罗志他们来坑害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店小二此刻的下场，只能说是活该。店小二被茶馆内的其他人抬走了，罗志则是再度入座，而其他人则是纷纷上前劝罗志不要生气，但罗志的目光却会时不时的扫向楚风。事到如今，其实罗志也知道一切与店小二无关，而是楚风捣的鬼。他根本没去想楚风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只知道楚风害了他，害得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出丑。所以他此时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有杀意，但是对于他那充斥杀意的目光，楚风却是全然不理。在楚风眼中，罗志这种人卑鄙无耻，平日里为非作歹，坏事定然干了不少。当然，天下间坏人太多，楚风也清理不干净，所以罗志这种人做坏事没被自己碰上，楚风也不会理会。但是他们若是真的敢对楚风动手，楚风就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后悔无门。怎么回事，罗少爷？刚刚发生了什么？没过多久，一名很是肥胖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这名男子衣着华丽，穿金戴银，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土财主。而听众人的议论，楚风知道这位看上去极为油腻的中年男子竟是这青竹茶馆的掌柜。看一看这位油腻的模样，再看一看这有些格调的茶馆，楚风忽然意识到这里的设计多半与这位茶馆掌柜无关，因为他应该没有这个品味。前辈，你们那个店小二竟然拿毒茶来坑害我，这件事情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见到这位掌柜，先前嚣张的罗志竟也是变得温和了许多。其实他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欺负人家店小二，对着店小二喊着要砸了这茶馆，但是面对这位5仙境修为的掌柜，却又立马以小辈自居，对人家说话更是客客气气。这件事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不过那个平罗观的女长老是不是和你们一起的呀？掌柜问道。哪个呀？罗志问道。就是那个高高瘦瘦，长得很白，扎着一个黑马尾的姑娘。茶馆掌柜说道。是李初初吧？对啊，李初初人呢？罗志将目光扫向在场的众人。刚刚因为你弄得太臭了，李初初有洁癖，所以跑出去了。有人说道。哦，那便是他了。怎么了，前辈？他惹了什么麻烦吗？罗志问道。麻烦倒没有惹，不过我听店小二说，有人看到他被人拽到了一个雅间内，并且他进去的时候好像挺不情愿，所以来问问你们。掌柜说道。什么？竟然有人敢对我的朋友动手脚，真是不想活了。听得此话，罗志等人顿时大怒，于是问道。前辈，是哪个雅间？来，给罗公子带路。那掌柜的说道。随后便有一个店小二站出来为罗志等人引路，而罗志等人更是气冲冲地跟了过去。只不过却没人注意到，当罗志等人走后，那掌柜的嘴角却是掀起了一抹冷笑。看到那抹冷笑，楚风知道这个掌柜是故意的，想必是刚刚罗志打了店小二，让这掌柜的心怀怨恨了，所以故意搞罗志他们。楚风若没有猜错，那另一个雅间之内的人一定是罗志他们惹不起的人。修罗，我们也过去看看吧。宋哥小声对楚风说道。你不像是那种喜欢凑这种热闹的人啊。楚风说道。不是凑热闹，而是那李初初其实我也认识，一个大姑娘被一群陌生人拽到了雅间内，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有点担心她。宋哥说道。好，那便跟过去看看。楚风说话间便带着宋哥也走了出去。罗志他们一群人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地来到了那雅间门口。砰的一声，罗志一脚便将那雅间的门踹成了粉碎。妈的，哪个不长眼的人敢动我罗志的朋友，今天我非打断了你们的狗腿。罗志将门踹开之后，一边怒骂，一边带着众人冲了进去，而罗志身后的狗腿子们也是威风凛凛地跟了进去。可是先前还一脸凶狠的他们冲了进去之后，却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原地，不仅脸上的凶狠情绪立刻不见，取而代之竟然是惊慌失措以及无尽的惶恐。糟了，惹到星浩凡了。宋哥，咱们快走。而此时楚风注意到那王莲一边拉扯着宋哥，一边暗中传音劝宋哥赶紧离开。几乎与此同时，楚风也是注意到里面的情景，这个雅间不仅比罗志他们等人那个要大，且布置更加精心，显然是更加高级的雅间。而先前罗志说他们那个雅间是此处最高级的，则明显是吹牛或者装逼的话了。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能够让罗志等人如此恐惧的到底是什么？自然是人。此时这座雅间内不算罗志等人外，总共有着10几个人，他们都穿着相同的服饰，定然便是来自同一座宗门。而说来也巧，这个服饰楚风认得，因为当日在七阳山脉附近遇到的那个老人和女子穿的正是这个服饰。而通过腰间令牌，楚风也知道这些人的来历，他们乃是来自水镜洞天的弟子。楚风能够感觉到这些人中实力最强的也不过是一品天仙，而莫说宋哥、罗志他们这些人中有好几位都是一品天仙，尤其是罗志他的修为更是达到了2品天仙，但他能有这个修为其实也很正常。罗志虽然过着风流潇洒的生活，但是他的年龄其实已经有1000多岁。换句话说，罗志在这里打着宋哥的主意，但实际上罗志的年龄与宋哥的母亲一样了。但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何罗志明明有着2品天仙的修为，却被这群1品天仙吓成了这个样子？这自然不是实力的问题，而是身份。对方的身份令罗志感到忌惮，甚至是深深的恐惧。哪来的狗杂碎，敢踹小爷我的门？其中一个似是为首的男子冷声说道，并且那个叫做李初初的女子此刻正在这名男子的怀中。看得出来，李初初是很想反抗的，可是奈何却无力反抗，且不敢反抗。苗公子，我真不知道这里是您的雅间，若是知道，就算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踹您的门啊！我是听闻我朋友被人抓到来这里，所以救人心切才这样做的。苗公子，您可千万别介意啊！罗志此时说话就跟个孙子一样，那叫一个丢人现眼，甚至连声音都在颤抖。
看来他是真的被吓坏了。可谁成想，面对这已经明显服软的罗志，那来自水晶洞天的苗公子却是一点颜面都不给。少放屁，自废修为，饶你们一条狗命！那苗公子说道。听闻此话，罗志等人顿时面容死灰。罗公子，你好歹是2品天仙，为何要如此怕他？就在此时，宋哥忍不住问道。我这罗志不知该如何回答。宋哥，你不要命了？难道你不知道此人是谁吗？此人叫做苗羽，他的爷爷乃是水晶洞天的太上长老。而水晶洞天是什么地方？那可是七阳山脉这一带本地宗门中最强的势力之一。咱们的冲虚关在水晶洞天面前不过就是一个下等宗门而已，随便一个长老都能灭了咱们冲虚关。面对这样的人物，就算是罗志他们也只能认栽了。赶紧走吧，这趟浑水咱们掺和不起。王莲一边拉扯着宋哥，一边暗中传音。可就在此时，那苗公子也是注意到了宋哥和王莲，尤其是当他看到宋哥的时候，那眼睛顿时就像放光一样。这2个姑娘也是和你们一起的？那苗公子对罗志问道。是的，罗志说道。这样吧，将这2个姑娘也留下，你们滚蛋！那苗公子说道。好。可谁成想，对于这个无理的要求，那罗志竟然立刻应下，且转身就要向外走。好个屁！然而他从楚风经过的时候，楚风大手一挥，一个耳光便落在了罗志的脸上。罗志被楚风一个耳光打得瘫坐于此，半边脸颊肿得跟猪头一样。你竟然敢打我！罗志捂着自己的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他真的是没有想到，楚风这样一个乡巴佬居然敢打他。然而宋哥却并没有理会罗志，而是走到这雅间的中间，搬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胆子够大的，什么人都敢动。楚风对苗公子说道。这个家伙在干嘛？此时莫说罗志、王莲等人一脸吃惊，就连苗公子那些水晶洞天的人也是一脸茫然，因为几乎从来没有人敢在他们的面前这样的嚣张。你在发什么呆？在他怀里很舒服。楚风看着苗公子怀中的李初初说道。哇！而此时李初初也是猛然反应过来，苗公子因为被楚风的举动惊呆了，已经不再强行搂住他，所以他赶忙趁机向雅间的门外跑去。往哪跑？给我滚回来！然而见李初初要跑，那苗公子的狗腿子则是赶忙跑过来，想要强行将李初初给抓回去。滚！可是只见楚风抬腿一脚，便直接将那个人踹飞开来。那人落地之时已是鼻口窜血，近乎瘫痪。楚风这一脚可比打罗志那一耳光要狠得多。可是楚风这一脚踹出去之后，王莲以及罗志等人就更加傻眼了。楚风敢打罗志也就算了，他现在居然敢打水晶洞天的人，那可是水晶洞天啊，七阳山脉这一带最强的势力之一。妈的，你是谁啊？竟敢动我的人！此时那苗公子也是勃然大怒，愤怒的他不仅猛然起身，更是将他那1品天仙的威压释放而出。威压释放而后，如同万千猛兽一般向楚风扑了过来。还敢跟我动手？给我老实躺着！然而只见楚风手臂隔空一挥，啪的一声，那刚刚起身的苗公子便立刻躺在了地上。当他躺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脸颊就如同罗志一样肿成了猪头，并且在那肿成猪头的脸颊之上还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掌印，那正是楚风的掌印。疯了！而眼睁睁看着楚风竟然把苗公子都给打了。王莲等人并没有震惊楚风的修为，反而是震惊于楚风的举动。在他们看来，楚风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在找死，是在自寻死路，是疯子才会做出来的事情。苗公子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与我们可没有关系。苗公子，你要报复就报复他，可千万别牵连我们啊！此时竟然有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苗公子磕头作揖。那是罗志的伙伴，不仅是他，在此之后陆续有人开口极力撇清和楚风的关系，就连那王莲也是开口说他与楚风不认识，生怕苗公子报复的时候把他们也牵连进去。你们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看着那些为了与自己撇清关系，甚至不惜给苗公子下跪磕头的众人，楚风一脸的苦笑。他见过没出息的人，但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没出息的。打人的是他楚风，与这些人本就没有关系，可他们居然吓成了这个鸟样子，当真是怂到了极点。都给老子闭嘴！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是那苗公子。此时苗公子气得龇牙咧嘴，整个人就跟要喷火了一样。妈的，你竟然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他妈的知道老子是谁吗？苗公子愤怒地对楚风问道。